忒怪了，灯笼里当落在附近，可一路走来都乌漆抹黑的。你说这林子里不会有鬼吹灯吧？别怕，我们再去前面找找。有你在，我相信所有的怪事终得解释。但就在此刻，我发现了一件因你而生的志怪之事。什么怪事啊？虽然我有见血封喉、一招致命的功夫，却不敌你在我身边陪伴我的勇气。灯笼，原是在这儿，总算找到了。我来。哎，好像是。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。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包长，孟达亨，他是中了邪还是着了魔呀？还是被恶鬼缠了身？完了，他也身中封魂白骨煞，我们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快跑！等着！等着！上官将军，你等稍好。幸亏有上官将军搭救，我二人无碍。你与地窖救我在先，如今算是两不相欠。本将军若是连孟达亨都擒不住，岂不真成了上官鳖了？包大哥，展昭，你有事无事？无事。我方才在林外忽闻啸震山林，数声不息，林中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我与南姑娘在林中寻找灯笼时，恰巧碰见孟达亨，彼时他已身中封魂白骨煞，故而心智失常，大开杀戒。所幸有上官将军出手相救。包公子，小儿子，包公子，小儿子，你别撇下我，等等。包公子，我死了。你活得还好好的呢，死的是孟达亨。他真的是孟达亨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血窟窿，人家害怕，快带我走吧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呦，你别哭了，哭的我都不想活了。包大哥，你看，丹枫白露。又是媚丹峰的伎俩。四面八方都不见江公子，会不会这些个人命案真的是媚丹峰干的？下一个中封魂白骨煞的是不是就轮到我了？也说不定是包公子。无论事态多糟心了，听了你的话，总能让人更扎心。哎呀，忠言逆耳，等到人生末了，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行了，多留无益，
即刻将孟达亨的尸体抬回客栈。究竟谁是幕后凶手？本将军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哎，拿着。孟达官人已不幸遇害，夫人节哀。江玉湖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将军，其实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我原本随你们一同奔往血魂林，可走到岔路口的时候，忽然远远望见另一边林中闪过一道光影。我因好奇，便深入林间。后来偶一失足，不知跌落何处。只记得，好似半梦半醒之中，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鬼物突然向我扑来。之后，我便不省人事。等到我醒来时，只觉得波幅之中彻心彻骨，于是便尽全力逃回客栈。你可曾看清那鬼物的原形？将军，血魂林内昏天黑地，迷离猖狂。学生现在回想，更是如梦一场。你可知，就在你梦梦喳喳之时，孟达亨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孟达亨，他不正是凶手吗？除非他神智分裂，将自己也视为谋杀目标。既然凶手仍在客栈之中，那本将军最后奉劝一次，要及早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莫要将心补漏，自取其咎。是我干的！你说什么？不是将军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正犯着病呢。我担心那个挨千刀的再对我下手，因此我一气之下便把他给灭了。这么说，是你对他使了封魂白骨杀？我不会封魂白骨杀啊，但在血魂林时，我曾在心里暗求与他此生不复相见，结果竟然得偿所愿了。倘若人家不动这个念头，或许他还正在人世间后。好，即刻起，你把他给我铐好了。此人若是再出风果乱，我拿你试问。哼，大人，将军我小二子。我去，小二哥，二哥，包大哥，娘，哎呀，娘，可担心死我了，受伤了没有啊？瞧把您吓的，我好着呢。走。怪哉，也不知那青面獠牙的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我看江玉湖伤得不轻，他能血口逃生，安然归返，已是万幸。阿策，江玉湖伤势如何？不好说。你是遇上自己瞧不懂的难症了吧？他压根就没让我瞧，我给江玉湖留了些药，估计他正自行诊治呢。江玉湖固然怪异，但上官将军也很有嫌疑。他不仅是最先抵达血魂林的人，而且恰在最后一刻将孟达亨剑毙。我入林后便寻他未果，因此只有他可以趁无人之时向孟达亨施以封魂白骨杀。他一直不许人离开客栈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把所有人困在这里，方便下手？
血魂林秘境隐蔽，错综复杂，可孟达亨却能在仓促间选准道路，入林潜逃。此乃至第一巧。孟达亨空手而去，但身中剧毒之后，却突然手持藏有丹峰的骷髅头骨。此乃至第二巧。的确巧得很。但如果巧合并非只是巧合，那便只剩下一种解释：凶手对孟达亨之举已然未卜先知，于是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设下机关。如此一来，凶手无需在场，孟达亨亦会中封魂白骨杀。这么说，人人都有疑点，凶手着实狡诈。四支迷迭香，一香更比一香毒。明知会死人，却还是阻止不了凶手的杀人计划。是我能力不够，还是我太笨了？人在局中最难看清。小白这句话说的不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就连情绪也被幕后之人左右。凶手能费尽心机把我们引过来，是否也以同样的手段引了他人？人家早有谋划，以有心算无心，以有备算无备，你却要求自己当即破局。短短时间接连死人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。凶手又故意写信挑衅，不就是为了乱我们心神吗？公孙大哥，你好镇定。他啊，镇定？是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性子，岂能容人随便挑衅？你看他四平八稳，估计心里早就气疯了。说你的事儿，别往我身上扯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被对手压制住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机会反攻，才有机会反败为胜。实在不行，砍就完事儿了。以你那粗暴的想法，你现在就应该把所有可疑的人抓过来严刑拷问。你要是能有别的建议，我公孙倒过来写，你不如拿一枚铜钱抛抛正反面，可能还有点猜头。你啊，你干脆别叫白软软了，不合适，改名叫白侃侃吧。你怎么了？公孙策很过分了。之前我以为他那屋闹鬼，不睡觉蹲了半宿，他还奚落我。回头我说他。二文姐姐，他那屋不闹鬼，你今晚安心睡吧，只有我呢。我还是觉得不安心。从血魂林回来后，我突然生出一股极为强劲的感应，客栈中杀气愈发四溢，我猜这里还会有命案发生。你的灵觉是不是志在血魂林了？你之前不是还想杀公孙大哥吗？不是的，我这种鬼迷心窍的感应很灵的。不会和这屋子有关系吧？难说。包大哥，起来！包大哥，包大哥，你快起来啊！包大哥，快醒醒，又闹鬼了！
会不会就是二人姐姐说的杀气？奇怪，声音就正在房中，却辨不出是从何处传来。是。声音像是从此中传来。包大哥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？比花香还要涩，好像是枫叶的味道。展昭，棒给我。包大哥，你没受伤吧？幸有你帮护身，我没事。这柜中怎会有飞物呢？这房间闹的是鬼还是鸟啊？凑热闹的是鸟，闹别扭的则是鬼。说来说去还是鬼呗。别动，门外有鬼。走，开门去。我不，万一是恶鬼缠身的凶手呢？这样，展昭，我去开门，一会儿你就躲在我身后。我一旦大叫，你就拿你的棒捅他。好。走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阿策，公孙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
对不住，公孙大哥，我刚才以为您是凶手。你们无事就好。这怎像是被鬼打劫似的？鬼在何处？哎，刚才那阵骚乱声可是由此传出？刚才是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是不是跟鬼打起来了？您等着，我这就给您扫地出门。不用了，多谢各位关怀。方才只是在下梦游生乱，不慎惊扰各位，对不住。既是如此，对不住，各位先请回吧。睡个觉也不消停，一天到晚可真闹。对不住。哎，总算放心了，我可不是扫鬼的料。多谢。哼，都打扰到老娘休息了。对不住。咋回事啊？哎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要往哪儿去啊？这话我还想问您呢。来，还说呢，都怪那包书生一场梦游，把整个客栈搅得风声鹤唳的，结果成了一出聚众夜游。原是你们庸人自扰，怎么能怪包公子啊？这心眼偏的呀，都快找不着男了。当初就应该给你起名叫朝天竹。哪有仰脖走江湖的？那得摔多少跟头呀！你脸色不太好，生病了？啊？没有啊，大概是累的吧。哎呦，那就赶紧歇歇去。女人呐，这心思还得花在自己身上。包书生有那3个臭皮匠围着，用得着你操心？他屋子若是真有鬼，神兵天将才顶用呢。您说，如果那个凶手和赏金榜之事有关，会不会向我们下毒手啊？哎呦，快睡去吧，睡觉去。唉，闹鬼的事儿还没解明白呢。那废物来势汹汹，绝不会凭空杀出，必定有人恶意设伏。这是什么？是香丸。柜中散发出的香气，应是源于此物。此香罕有，会不会是在哪儿闻到过？在哪儿？不定是哪个姑娘家衣带飘香，迷了公孙大哥的心，这他怎会记得清？你到底是喜欢过多少姑娘呀？童颜孽线，可真是白的不明不白。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总是就见不得我白？哎，这香味一淡，像有似曾相识之感。或许你遇此香，正是在这客栈中。孟老板就是气派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
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呢？美人儿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默默的一片真心呐。孟大亨，孟大亨，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这么急着色受魂语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。没有。先前我听阿软说孟达亨不辨高则之相，如今看来，孟夫人的胭脂才是其中之奇。的确，孟夫人夺回胭脂时，愤怒之余还有些许紧张，极像是护宝心切。不就是一盒胭脂吗？能宝贝到哪里去？风有枝而香，平素稀见，而今忽如一夜暗香来，此丸恰似应时而生。如你们所说，香丸极可能是孟夫人之物，可它为何会被置于柜中呢？媚香报秋意，此中有丹风。你是怀疑这股异香异气源于媚丹风？是山门。怪不得咱们房间经常闹鬼，原来一直套在杜贤房中。即便如此，可操纵鬼屋的人又是谁呢？你们看，帕子下面，该不会就是风空白骨沙吧？这场捉迷藏的游戏，鬼还没玩够呢，哪会轻易将毒沙奉上？这是匿名信。哎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您在屋里待着，您怎么又出来了？我是你主子，又不是你娘子，凭什么让你进屋藏娇？那破屋要是金屋，我都乐意为你而骄。我，哎呦，咱先说好，您下来就下来，待会儿可别撩着别人。我爱撩谁就撩谁，就是不和你好。哎，活该让上官将军收拾你。我还不管你了呢。哎，包公仔，啊，快来吃饭吧。那迷迭香说来就来，也不知凶手下一个目标是谁。先去吃饭吧。嗯。